如果有一样东西存在了36000年，而且记录的不是历史，而是人类的起源呢？更离谱的是，有人认为金字塔就是为它建的，而这个它就是一份传说中的记录——翠玉录。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00年，甚至比已知的人类文明还要更早。而留下这些记录的是一个名字——托特。传说中，他统治着一个远古种族长达16000年，甚至从未真正死亡。那他到底写下了什么？又试图告诉人类什么？这一切我们一点点来看。按照官方说法，吉萨金字塔是为法老胡夫建造的陵墓，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。但还有另一种说法，一种你在网络上看不到的版本。这种说法认为，金字塔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埋葬的，而是被建造的更早，远早于胡夫，甚至它的建造者就是托特本人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6000年。据说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，他既是祭司也是国王。托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思想与时间，他被认为是我们这个现实的设计者，构建了一个由光与暗组成的双重世界。而当他离开埃及之前，他建造了那座金字塔，作为通往某个地方的入口，通往阿门提之厅。这些内容都被详细记录在翠玉录中。在离开之前，他把权力交给了族中最智慧的人，这些人后来成为祭司，并把托特视为智慧之神。传说中，翠玉录一共有10块石板，为了方便理解，它们被分成3部分，但最后一部分因为过于重要，从未真正公开。据说其中隐藏的知识只会被那些真正追寻智慧的人获得。在古老的传说里，那些大厅被称为冥界，是灵魂死后接受审判的地方。但也有另一种说法，那里其实是通道，一个连接其他世界的入口。一些人相信，生命结束之后，意识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前往其他星球，甚至其他纬度。而在这些通道中，有所谓的守护者，包括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阿努比斯。他们的职责是引导通过者，而象征永恒生命的符号安卡被认为代表着某种能量波动，一种贯穿时间与空间的结构。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连接不同世界的钥匙。翠玉录中还提到一个预言，托特会再次回归，以肉身的形式。他本身被认为是不朽的存在，在后来的时代，他的意识被认为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人类之中，而这个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名字——赫尔墨斯。在新的化身中，他再次留下了知识，但版本已经被简化。时间来到公元前13000年，当时古埃及陷入混乱，许多祭司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，其中一部分人是金字塔的守护者，他们带走了翠玉录，把它当作某种护符。据说谁持有这些石板就能获得托特的力量，只要他在身边，这种力量就会持续存在。这些人后来迁移到了南美，接触到了玛雅文明，并在当地定居下来。到了大约公元10世纪，这些石板被安放在一座太阳神庙的祭坛之下。但问题是，这些石板本身到底是什么？据说它们一共有12块，呈现出翠绿色，由一种特殊的炼金材料制成，几乎无法被破坏。这种材料甚至被认为违背了我们已知的物理规律。石板上刻着一种古老的语言——亚特兰蒂斯文字，而这种语言本身被认为具有极高的振动频率。有人甚至认为，这些文字不仅仅是符号，而是某种思想的载体，是一种能量与信息的形式。它们可以直接进入阅读者的意识之中，无论你是否相信，它都会发生。正如有一句话所说，即便你认为自己不相信，其实你依然在接受。这些石板通过黄金合金制成的圆环连接在一起，被悬挂保存，而其中蕴含的知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存在的基础。传说中，如果有人以开放的心态去阅读它，智慧会被成倍放大，甚至达到100倍。在一些古老的图像中，托特被描绘成狒狒的形象，或者是人身动物头的存在，其中猪鹿头象征智慧，而狒狒形态则被认为与某种人类进化实验有关。托特被认为诞生于宇宙，是太阳之子，是星辰的后裔，他来自光，而光也源于他。这其实像是一种确认，一种关于起源的答案。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人类又是什么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无论托特以什么形态存在，
它都像星辰一样，而人类的身体其实更像是围绕某种核心运转的存在，就像行星围绕恒星。当你真正获得全部的智慧之光，你将不再受限，而是能够在宇宙中发光，成为照亮黑暗的一部分，一个诞生于宇宙、成长于光的存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恒星会逐渐失去光芒，因为它们的光会流向更宏大的系统。人类的灵魂也是一样，它会继续前行，离开黑暗。换句话说，你并不属于地球，而是无限宇宙之光的一部分。整个宇宙是有秩序的，只有通过秩序，你才能与整体连接在一起。秩序与平衡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，遵循它们，你才能真正成为整体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深入埃及神话，会发现托特被认为在公元前8670年至公元前7100年之间存在于埃及。他被描述为打破拉之诅咒的人，帮助其5个孩子得以诞生。他还协助伊西斯在仪式中从死亡中召回奥西里斯。在神奇之间的冲突中，托特以智慧和魔法参与其中，对抗他的叔叔赛特。他被认为是构造者，创造了荷鲁斯的非意志盘，并借助他的力量前进，对抗隐藏着亚特兰蒂斯智慧的赛特。而在另一种叙述中，是被指派守护这些石板的神庙祭司之一。诸神将整个埃及交给荷鲁斯统治。据说在离开地球之前，拉召见了托特，将创造光之灵魂的意志托付给他，并授权他统治某个区域，为那里的生命制定规则，对生命进行裁决与惩罚。在神话体系里，托特同时也代表着拉在来世参与灵魂的审判，尤其是在所谓的双重真理之庭中，对灵魂进行衡量与裁定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翠玉露一直由神庙祭司负责守护。这些石板不仅赋予守护者大量知识，也被认为能引导人类走向某种进化。石板本身被看作是托特神圣力量的体现，而这种力量被认为真实存在于人类之中。据说一些祭司依然掌握着来自亚特兰蒂斯的古老智慧，他们负责保存这些石板，并将其视为极其重要的存在。这些翠绿色的石板被存放在特殊的容器中，它们由一种极其特殊的材料构成，不会被破坏，不受潮湿影响，也不会被酸腐蚀，几乎可以被视为永恒。石板上刻着一种古老的语言，只有经过训练的祭司才能理解。这种语言被称为神圣的亚特兰蒂斯文字，被认为具有某种力量。这些文字不仅是记录，更像是一种通道，一种能够打开隐藏世界的钥匙。在这些文字中，被认为蕴含着连接天地的秘密，而声音本身也被认为具有力量。因为在某些观念里，所谓的魔法本质上就是对知识与规律的掌握。一种说法认为，一个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，取决于他相信什么。你可以成为黑暗的一部分，也可以成为光的延续，而决定这一切的是认知，是知识。当人真正开始阅读这些石板时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体验。据说读者的大脑中会出现图像与波动，这些内容会直接呈现出某种智慧，像是被传递进去的一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知识也被带到了其他文明中。有人认为这些守护者最终来到了玛雅文明，并试图将这些知识传递下去，而玛雅人对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尤其是关于阿门提之厅的描述，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冥界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智慧始终存在，只是被隐藏了。人类生活在黑暗中，并不是因为没有光，而是无法接触到真正的光。在这些体系中，每一个符号，每一个文字都被看作是入口，它们既是工具，也是指引，指向这个世界更深层的起源。如果能够理解这些钥匙的本质，就会意识到，所有看似物质的存在，其实只是某种更高原则的延伸。在更大的尺度上，每一个星系，每一个宇宙，甚至每一种现实，都遵循着特定的结构与规律。这些规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，比如行星运动的法则与物质世界的结构本质上是同一套系统。而那些所谓的神秘学派或隐秘组织一直试图理解并传递这些规律，连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。在人类这个体系中，思考本身就是连接两者的桥梁，因为意识既存在于物质之中，也存在于精神之中，它位于两者之间。所以这些知识最终指向的并不是某个神秘物件，而是人本身。真正的目的是让人不断学习，并逐渐打开认知。因为当一个人开始产生有意识的思考，他所感知的现实也会随之改变。在这些叙述里，埃及被认为是知识传播的起点，
是亚特兰蒂斯智慧最早扩散的地方。后来这些知识被带到其他地区，被传递给不同文明，逐渐形成新的体系。托特作为埃及的神，被认为是智慧之神，通常被描绘为猪鹿头人身的形象，弯曲的会像新月，上方的月形象征智慧。他也被认为是文字的创造者，掌握着庞大的知识体系。他还有很多称号，比如记录天空与星辰的人，掌控时间与季节的人，神圣身体的守护者，拉之声音等等。在古埃及，他被视为知识与秩序的象征。后来古希腊人将他与赫尔墨斯对应起来，称他为三重至伟者，也就是赫尔墨斯、特里斯、墨吉斯图斯，意为至大者中的至大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不同文明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形象，而他们所传递的核心其实是同一套知识体系，包括占星术、炼金术以及所谓的意识转化。这些知识并不只属于某一个宗教或体系，而是贯穿在不同文明之中。而问题是，这些知识真的已经被现代科学完全理解了吗？他们是否在这些所谓的神秘知识中隐藏了宇宙结构的某种真相？我们是否有可能真正理解它，并将其应用在现实中？也许有些答案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被隐藏了，但只要继续寻找，总有一天会找到。